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演油尽灯枯，把章子怡和迪丽热巴放在一起看，对比就出来了。主角油尽灯枯是现在影视剧中最常见的情节，一般这种时刻都是一个高潮时刻，是最能够调动观众情绪的，所以这种场面十分考验演员的演技。最近，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新剧《与君初相识》正在热播中，在电视剧后期，迪丽热巴扮演的纪云和油尽灯枯，命不久矣。这应该属于全剧的泪点和高潮所在，但热巴的演技却被吐槽拉垮。迪丽热巴剧中这一段的演技确实是有些拉垮，她的表演明显是程式化的，为了体现虚弱的感觉，她半眯着眼睛，还一直皱着眉，相当刻板。虽然已经油尽灯枯，但热巴在剧中还是妆容精致，面色红润，甚至说话时嘴角还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，看着十分出戏。迪丽热巴说话的时候也是眯着眼睛，仿佛虚弱的不行。整整10多集，热巴都是这样程式化的表演。虽说油尽灯枯的人肯定是虚弱的，但除了虚弱，还应该有许多情绪，也应该有情绪的递进变化。仔细看，热巴只是眯着眼睛，眼睛里面其实是空的，没有情感的，这样的演技就是浮于表面的。很多实力派的演员都演绎过油尽灯枯的状态。邓超在电影《烈日灼心》中曾经贡献了一出教科书级别的演技。电影中，邓超饰演的角色辛晓峰被注射死刑，前期其激烈挣扎、抽搐、大口喘气，眼神中全是恐惧，将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都是演到了极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邓超的抽搐、挣扎幅度减小，眼神中有恐惧、有绝望，相当真实，看得人胆战心惊。因为这部电影，邓超拿下了第31届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奖，而这段将死戏则是电影中邓超的演技最高光时刻，至今还时常被拿出来赞赏。周迅在《如懿传》中也有一段将死的戏，这一段戏是全剧的最高潮。相比于许多外放的演技，周迅这一段的演戏方式则是内收的，而且周迅的打扮也是极其华丽的，可以说丝毫看不出疲态，但她的笑容却是无比悲凉的。她和皇上从真心相爱到两看相厌，此时如懿的内心的确是充满了悲凉。后来，如懿独自坐在凳子上，看了眼自己种的绿莓，这株绿莓可以说是她死前很长一段时间的希望，但她看向绿莓的眼神却是落寞的，证明此刻她已经心如死灰。步步惊心一直算是刘诗诗的代表作品，虽然这些年她的演技总是被质疑，但是在步步惊心中，那段油尽灯枯的戏却被网友们疯狂点赞。在步步惊心前期，刘诗诗扮演的若曦如一朵娇花般艳丽，充满生命力，而到了将死之时，刘诗诗肉眼可见的虚弱，她的眼神是涣散的，嘴巴将张未张，连说话都费力。这时候的刘诗诗和前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时候的她除了虚弱之外，眼神中也有一种失望，她的眼神是有情绪，不是空洞的。章子怡作为公认的演技派，演绎油尽灯枯时也是相当有看头。在《一代宗师》中，章子怡扮演的宫二在将死之时去见了自己心爱的男人最后一面，为了掩饰自己虚弱的状态，她特意涂了红唇，还仔细梳妆。这时候的章子怡妆容相当精致，但却肉眼可见的疲态，这恰恰证明了她的演技。许多演技不佳的演员都要靠妆容来凸显虚弱状态，殊不知真正的演技派，化再艳丽的妆也能演绎出虚弱。虚弱和疲态是第一层，此时宫二的情感也是一大重点。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在最后都想掩饰自己的疲态，但她眼神中的无力是藏不住的。在最后，将死的宫二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，眼神中有太多东西，有惋惜，也有坚定的爱意。她的眼神相当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，能瞬间将观众带入其中。同样演油尽灯枯，把章子怡和迪丽热巴放在一起看，对比就出来了。想想当年，热巴凭借4.6分的漂亮的李慧珍拿到了金鹰视后，当时她被骂得狗血淋头，直接被评为水后。毕竟和她一起竞争的是欢乐颂的刘涛，我的前半生的袁泉，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孙俪，战长沙的杨紫，以及鸡毛飞上天的樱桃。这届金鹰奖之后，热巴长达半年无戏可拍，如今过去了4年，她的演技还是备受质疑。无论是热巴，还是和她一样演技常年被质疑却常年没长进的热巴们，都要好好提升演技了，毕竟实力才是长久混圈的保命符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